二师兄气出了猪叫，因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颗几乎看不见带口的黑球，火箭居然还要强拼，太疯狂了，完全没把对手当盘菜，也难怪二师兄要生胖气。看看这委屈的樱桃小嘴，火箭这杀人诛心的打法，不仅伤害性极大，而且侮辱性极强。这是2016年伦敦大师赛，领先53，台面最高还有51。二师兄这杆防守已经非常漂亮，不肯入座的他信心满满，但是被超分的火箭没有任何犹豫，趴下身子就给了他1万点暴击。这就是血脉压制，明明就是一个逆风局，火箭的状态简直轻松到不行。虽然这是一杆明显的打带防，母球的落点并没有衔接到舒服的彩球，但是火老师并不这么认为。这哪里还是比赛，根本就是一场屠杀。此时二师兄只有一个要求，请问我可以骂人吗？眼前这个老妖怪真的还是人类吗？二师兄死死地盯着火箭，他不仅精准打进，甚至还要发力叫位，真的太欺负人了。火力还在继续延续，可怜的二师兄怕是这辈子都逃不开火箭的阴影。太霸道了，几乎变态的母球控制能力，这杆可不是校位失误，因为被超分的关系，这是做球的绝佳落点。就是这么轻松写意，两球落点分毫不差的来到预选位置。其实这里火箭并没有痛下杀手，一库解球的线路非常清晰。空有一身绝世武功，奈何遇到火箭就完全不会打球。看着眼前落寞的背影，尽管小白是火箭的铁杆粉丝，却也希望二师兄能赢这一局。但是送上4分外加一个手中球大礼，这样的局面交给火箭，真的还有上手的机会吗？Got to be pink or black. Needs to slow down. Oh, he's just finished a little bit in between there, but he's got to take this on, of course. And I think he might just come around off a couple of cushions here, unless he holds. Depends if he can miss the brown. He needs to miss the brown. 终于出现了本局第一次失误，黄球已经没有下球的可能，也算还了刚刚二师兄摔带的大礼。接下来就用最男人的方式，一场硬碰硬的防守较量，看看谁先扛不住露出机会。火箭明显不太满意，虽然这杆没能成功做上，但是防守效果其实丝毫不差。看看二师兄能否抓住这个先手机会。给你机会，不中用啊！这个时候黄球被咖啡球解体，万幸的是运气非常不错，这不是一个会去强拼的球型。这就是顶级和一流的差距。火箭抬手就是一杆高质量斯诺克，二师兄这下凶多吉少。虽然解球难度不大，但是想要不漏球，力度和角度都要控到极致。选择扎杆去解，那至少应该大力出奇迹。现在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二师兄。手起刀落，火箭这可怕的大心脏，本来技术上就已经登峰造极，而且心态上还无人能敌。试问普天之下，谁还有一战之力？Still there's a little cannon here on the blue, just a glancing blown their way through, perhaps about a quarter ball. Oh, it's okay. They have the room to come off the top cushion. That's a bit slow of pace. It's okay. This one is definitely about pace. Just one more time to the cushion. Perfect. That was drop it in. I mean, how is he going to win the frame from here, David? I mean, well, great play. That's how he's done it, but. Hang on, where's that white? Where's that new ball? 难道最后还有变数？看二师兄硬挤出来的效率，这个剧情他最熟悉。不一杆打死，那他就不叫。 To lead 5-1, this is for a real hammer blow. And look at that, it's bang in the middle of the pocket. He's in a mean mood this evening. 0比70落后，火箭憋着一肚子怒火，终于等到了上手的机会。伴随现场山呼海啸的掌声和尖叫，火箭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。 这势如破竹的反击号角，休息区的塞尔比顿时坐立不安。想要提前下班的火箭，
只有塞尔比最清楚火力会有多猛。现在除了一颗带口的红球，其他红球要么贴库，要么相互牵制。蓝球和咖啡球还都不在点位，想要一杆清台，简直难如登天。但偏偏火箭就是天生的乱局克星，局面越乱他越兴奋。赛大师2016年的大师赛之旅，基本宣判死刑。太细腻了，留出向上的角度方便单叫红球。赛大师委屈的小表情，也成为了奥沙利文的专属。上手的长台大开大合，精准的校位比针线活还要细腻。这样的火箭，谁来了能挡得住呢？面对碰到黑球的意外，奥沙利文只是撅了一下老嘴，就立马做出了调整。这行云流水的击球风格，就好像意外从来不曾发生一样，太丝滑了。22比70，落后48分，台面最高还有51分，剩下的3颗红球只需要1颗叫黑，清台就可以超1分逆转。火箭还有足够的容错空间。低杆一库拉回来直接叫黑，复位黑球，剩下的红球更好衔接。中代老王子的独特招牌，主打的就是让人放心。贴库的红球也是赛大师最后的救命稻草，看看火箭如何扫清障碍。太稳了，完全没有失误的机会。而比兄两眼泛红，痛失最后的堡垒，心有不甘，也只能面对现实。火箭走到哪里都像是自己的主场，球迷一边倒的支持，无论对手是谁都压力山大。而最让球迷津津乐道的名场面，他真的要来了！强到直接起飞的斯登来解决黑球角度小的问题，如此通透的发力，兄弟们觉得还有第二个人能打出来。He doesn't snooker himself with the blue. 48. This has been absolutely sublime so far. This could be one of the. 咖啡球还是出现了一点小意外，母球需要3库绕台来叫篮球。火箭也是面露难色，但是眼神依然坚定。Where's the cue ball? Keep your eye on the cue ball. 真惊险，母球差点摔带，线路出现偏差导致篮球很不舒服。火箭明显的不太满意。休息区的尔比逊似乎没有刚才那么绝望，难道剧情还有反转吗？太恐怖了！真正的大师并不是比赛不会出现意外，这变态的纠错能力配上14K 大心脏，直接引爆现场。粉球还是留下了熟悉的中带，这一局几杆极限中带，真的让人大呼过瘾。好球，一点点的左塞顺利叫到黑球，赛大师亲了亲耳朵，全场的开心是建立在他一个人的痛苦之上。心疼赛大师10秒钟，遇上火力全开的火箭，谁也没有办法。这绝对是火箭最想打147的一次。母球不仅要精准的避开黄球，还要借咖啡球才能下来叫黑。缺钱的火箭拼得太凶了。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轮，面对乱局，奥沙利文直接上头，第一局就想用147开张，漂亮，一杆标志性的长台上手，而且黑球同时到位。导播更是秒懂火箭心思。才刚刚打了一套红黑，147提示就已经刷了上来。现在红球虽然比较分散，但是全都相互牵制，一杆超分已经难度不小。想要强行冲击147，除了圈出来的2颗难度红球，还有贴库的咖啡球和粉球2个难点。奥沙利文就是局面越乱越兴奋。
手架很不舒服，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。利用红球借停，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颗难度球，而且后斯诺让手架更加难受。火箭也露出了标志性的便秘表情。太硬了，如此不舒服的情况，黑球也是稳稳入袋。但是难题还没有结束，需要一杆准度续命。火箭真的绝了，强拼准度的情况下，还要兼顾白球走位，这强大的纠错能力真是让人羡慕。当年147奖金25000英镑，加上1万英镑的单杆最高奖，与其说35000英镑让火箭如此卖力，我更觉得是这个乱局让奥沙利文异常兴奋。现场观众这票价绝对超值，可就是苦了对手斯泰德曼。什么深仇大怨，第一局就直接扛着大炮上来。低杆拉回来一库，继续叫红球，又是一个后斯诺，这一局还真是跟手架干上了。马上简单的红球就要全部拿下，随着难度的加大，本局最精彩的部分也要来了。Get the referee. How much is it for the maximum? Oh. 81. It's unbelievable. Apparently £20,000 for a maximum break run. Is that enough? 20. 88. 黑球留出了 K 球的角度，火箭特意走过来确认位置，如此小心谨慎，这个147看来是志在必得呀。这杆应该是失误了，感觉火箭是想要 K 下方那颗红球，现在就非常头疼了。打上方的红球，母球很难下来叫黑；打下方的红球，估计又是九死一生。火箭居然没有丝毫犹豫，趴下就打，真的太牛掰了！借咖啡球强行下来叫黑，敢这么走位的，除了火箭就只有奥沙利文了。克鲁斯堡彻底沸腾，就连对手斯泰德曼也看入迷了，真是不服不行。精彩！第二次顺利把红球退出，但是情况仍然不乐观，打到现在几乎没有一杆是简单球，全程都在纠错调整。17th century of the tournament.太遗憾了，居然没有打进。这一局难度真的太大了，强如奥沙利文也翻车了。